锁门。我收到了男友的短信，简简单单的2个字，却让我的后背渗出了冷汗。此时，楼下似乎传来了奇怪的声音，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。我住的是一幢郊区别墅，是我父母送给我的25岁生日礼物。别墅区由物业保安统一管理，周围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。虽然位于非常偏远的郊区，但是安保做得十分不错。但我还是一刻都不敢耽搁，立刻起身下楼，准备锁门。当我看到大门的时候，瞳孔猛地一缩，大门开了一条微小的缝隙，走廊的冷风顺着大门吹了进来。我浑身冰凉，我分明记得自己回家已经关好了门。我以最快的速度冲上前，关上了门。叮的一声，手机里再次收到了男友的短信：别墅里有人。短短的几个字让我的呼吸陡然变得急促。我慌乱地躲进1楼的卫生间，浴室的水龙头还在滴答滴答地往下滴水，莫名的让我不安。我这个人有点社恐，没有添加保安的微信，更没有邻居的微信。我想过要报警，但只因为男友这2条莫须有的短信和1条敞开的门缝的话，有点不切实际。我向来有点粗心大意，忘记关门偶尔有发生，一时我也无法确定是不是我忘记关了。男友池泽是个酒吧驻唱歌手，平时喜欢搞恶作剧，追求刺激。这2条短信很可能就是池泽无聊的恶作剧。我稍微宽了一下心，但此刻一个微小的声音却让我的头皮一下子炸开了。啪！一瞬间，外头陷入了一片黑暗，又一瞬间恢复了光亮。那是灯的开关被人按动的声音。别墅里确实有人进来了，我的呼吸急促起来，大颗大颗的冷汗流下。浴室的门是磨砂玻璃，只能模糊地看清外面的情形。此时我坐在马桶上，呼吸乱得可怕。我颤抖着想要拨打警察的电话，嗡嗡，不要报警，池泽的短信来了，那人会杀掉你。我的手指蜷缩了一下，暂时放弃了报警的念头。池泽，你在哪里？我很害怕，你怎么知道我家里有人？我给池泽发送了短信，但幸运的是，我在手机相册里找到了保安的电话。当时我无意间拍下了贴在保安室旁保安的联系方式，没想到在这个时候用上了。我马上给保安打了一个电话，电话响了2声之后接通了。保安名字叫做李瑞，长得十分周正。他在这个别墅区工作已经1年了，对人十分友善，工作态度非常认真。李瑞告诉我，他马上就过来。他反复强调让我千万不要离开卫生间。我的心跳平复了一点，坐在马桶上，死死地盯着外头。突然，我浑身一激灵，我想起之前我曾放了一把斧头在大门口的暗柜之中，为的就是以防万一。如果这把斧头被那个进来别墅的人拿到了，就危险了。我鼓起勇气，轻手轻脚地开门。别墅内十分安静，没有一点声音。我左右紧张地环视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暗柜。柜子内斧头不翼而飞，已经被那人拿走了。我的心顿时沉到了谷底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身后响起了斧头划过地面的声音。我猛地扭头，身后站着一个戴着面具的高大男人，他手里的斧头发着冷冽的寒光。跑！我心里只剩下这样一个念头。我以最快的速度的开门冲了出去，关上了门。我听到了斧头劈砍在防盗门上发出的声响。我大声呼救，但邻居之间的距离不近。现在这会儿的时间又已经是11点了，很多邻居年龄都比较大，早就已经入睡了。而我身后的大门缓缓地打开，
人到了最危急的时刻，反而冷静了下来。我朝着保安室跑去，突然，一个人猛地从身后抓住了我的肩膀，我惊恐地尖叫一声，转过头，发现是保安李瑞。李瑞扶住了我，我颤抖着指着身后，可什么也没有。李瑞说：“石安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我气喘吁吁，脸色惨白的厉害，但最让我恐惧的是那消失不见的凶手。劫后余生的恐惧依旧让我流下了眼泪。他可能还在我的房子里头，我带着丝丝颤音说道。李瑞安慰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石安小姐，你放心，我带了电击枪。”我跟在李瑞身后，李瑞掏出了电击枪，脸色凝重。我输入了密码，大门开启了。大门上有一道很深的划痕，那是斧头劈砍留下来的痕迹。李瑞的脸色很凝重，他十分谨慎地将我护在了身后。别墅有200平方，此刻我十分后悔为什么要一个人搬来这么大的别墅。由于面积太大，检查起来花费了不少时间。我们将楼下的客厅、2楼的所有房间都检查了一个遍，并没有发现人。石安小姐，您的家里并没有别人。李瑞沉着声说道。怎么可能呢？凶手怎么可能会消失得这么快？我虽然不相信这个事实，但确实我并没有发现凶手。石安小姐，如果你不放心的话，我可以去查看一下监控。李瑞看出我的不安，说道。我快速的点头，我和你一起去。就在即将要出门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再次震动起来。池泽，千万别出门。我停下了脚步。李瑞疑惑地看着我。石安小姐，我勉强地露出一丝笑容。看监控的事情就拜托你了，我就不出去了。李瑞点头，身影很快地消失在了拐角处。我修改了大门的密码，反锁，回到了卧室。我给池泽拨打了一个电话，嗡嗡嗡。突然，我听到了手机震动的声音，从床底下传了出来，一股冷意从脚底升至头顶。刚刚我和李瑞检查过了所有地方，但唯独一个地方却遗漏了。床底下，床下的高度刚好可以容纳一个人。我死死地攥紧手机，深吸一口气，猛地一弯腰。床底下没有人，只有池泽的手机正在不断地震动着。我趴了下来，将手机拿了出来。如果池泽的手机在我床底下，那么刚刚给我发信息的人是谁？最后一条短信发送的时间是5分钟之前，那个时候正是我准备想下楼和李瑞查看监控的时候。也就是说，到现在为止，那个人还藏在我的家中。这些我以为来自男友的短信，其实都是凶手发送的，而我却深信不疑地选择了留在家中。反应过来的我冲到了门边，抓住门把手往下一按，几乎在同一瞬间，床边的衣柜缓缓地打开了。我的眼角余光看到了那个戴面具的男人，他手上的斧头折射出寒冷的光芒，斧头从我的侧脸劈过，我甚至能感觉到那阴冷的风。我以最快的速度朝楼下冲去，面具人的脚步声不缓不急，他像是一个胜券在握的猎人，正在追捕着我这只小老鼠。面具人站在客厅中央，他左右转动脑袋，似乎在疑惑我到底去了哪里。我躲在黑暗中，屏住呼吸，按下了手机上的一个按钮。随着一声音乐声，卧室内的天猫精灵开启了。您好，主人，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？面具人抬头，被楼上的声音分散了注意力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我从沙发底下猛地窜了出来，手肘用力地击向了面具人的下体。面具人发出一声闷哼，
手里的斧头应声掉落。我迅速地捡起了斧头，伸手便要扯下面具人的面具。面具人一脚踹在了我的胸口，我的脑袋重重地撞在了地上。一瞬间，我的眼前一片模糊，我看到面具人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。好一会儿，我才猛地喘息一口气，坐起身来。我的头被撞破了一个小口，手一摸，一片黏腻的湿漉，但此刻我的恐惧更胜于我的疼痛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灯悄然熄灭，我的四周陷入了一片黑暗，只剩下我寂静的喘息声。停电了，我死死地掐住自己的掌心，告诉自己，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尖叫，不能害怕。我的心脏狂跳，快要爆炸。李瑞，给李瑞打电话。我摸出了口袋里的手机，刚要拨通电话的时候，一只手猛地从我身后伸出，抢走了我的手机，但我却什么都看不到。我像一只无头苍蝇一般，在黑暗中惊恐地四处张望。突然，一阵突兀的铃声从我身后响起，紧接着电话被接通了。池泽的声音从手机里传了出来：“安安，我的手机被人偷了，我现在用的是公用电话。”回应他的是我急促的喘息声。“安安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说话？”池泽察觉到不对劲了。“报警！池泽，报警！”我用尽全力地吼了出来。电话戛然而止，被人挂断了。一阵冷风朝我袭来，我用尽全力地躲闪了过去。黑暗里，我什么都看不到，我只能凭借着感觉冲进了厕所，以最快的速度锁好了门。外面死一般的寂静，连脚步声都没有。那个面具人似乎没有想要进来的打算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进来。明明他要进来的话，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情。他难道良心发现，想要放过我？这个想法连我自己都觉得可笑。突然，磨砂玻璃门外出现了一个人影。我为什么能在黑暗中那么清晰地看见一个人影？是因为那人穿了一个大红色的衣服，鲜红和黑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那人站在外面一动不动，我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往外冒着寒气。是那个面具人吗？他为什么突然换上一件红色的衣服？这件衣服是谁的？很显然，不是来自我的衣柜。我从来不穿颜色如此鲜艳的衣服。他就站在门外，却像一个假人一般，一动不动地望着我。突然，大门响起了输入密码的声音：“您已成功解锁。”难道是池泽？我的心瞬间提了起来。“石安小姐！”我听到了李瑞的声音，但我丝毫没有松口气，大喊：“李瑞，那个凶手就在门口！”我听到李瑞迟疑的声音响起：“石安小姐，您指的是走廊上挂着的那件红色衣服吗？”我愣住了。什么？我看见的那个红色人影只是一件衣服？我将信将疑地开门出去，果然是一件红色的大衣。这件我从未见过的红色大衣悬挂在了置物柜的把手上，从黑暗中看起来真的很像是一个人站在那里。李瑞开着手电筒正在查看电闸。“石安小姐，电闸跳闸了。”随着电闸的拉下，整个客厅重新恢复了光明。我盯着李瑞周正的脸庞，缓缓地问道：“你是怎么知道我家密码的？”李瑞局促不安地解释道：“石安小姐，您别误会，是您的男友池泽先生给我打了电话，他说您可能有危险，把密码告诉了我。您的男友已经往这边赶来了。”原来是池泽。有李瑞在，我的心里放松了不少。我仔细地端详起这件大衣，这件大衣尺码非常宽大，衣服有点陈旧，尤其是衣领处大片暗红色的，污渍看了让人觉得毛骨悚然。虽然我肯定它不是我的衣服，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大衣有些莫名的眼熟，似乎我在哪里见过它。但是我此刻大脑神经紧绷，
一点都想不起来。这件衣服不是我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说道。李锐皱了皱眉毛。石安小姐，我特地关注了您这边的监控，但是并没有发现有人外出或者是进入。我抓住他的袖子，惊恐地说道：李锐，那个人根本就没有出去，他之前就藏在床底下。我的眼珠子神经质地转动了一下。他现在还在房子里，我看到他了，他戴着一个很可怕的面具，还抢走了我的手机。李锐一直在安抚我的情绪。石安小姐不要害怕，我这就给你的手机打电话。他拿出自己的手机，拨通了我的号码。熟悉的铃声从别墅外头传了出来。我打开门，看到我的手机安安静静地躺在别墅门口的走道上。我蹲下身，捡起了手机。此时手机屏幕亮起，我的屏保被换成了一张记事本的截图，上面写着一句让我匪夷所思的话：还记得去年你做了什么吗？这句话让我当场愣在了原地。我记得去年我和男友去自驾旅游散心，结果出了一场车祸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关于车祸的一切都不记得了。男友告诉我，当时我们撞到了一头野鹿，才导致的车祸。李锐，这个手机真的不是我自己拿出来放在这里的，我无助地说道。李锐盯着我的眼睛，开口道：石安小姐，这次你和我出去一起看监控吧。保安室内空无一人。李锐道：小刘昨天媳妇生了，他已经回家去了，所以这2天都只有我一个人值班。李锐调出了监控，快推到了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，监控非常清晰地拍到了我家门前的走廊。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控，生怕错过一丝细节，但看完监控后，我十分失望。根本没有那个戴面具的男人，全程只有我一脸恐惧地跑出来，像个疯子一般，直到李锐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李锐有点为难地斟酌着语气开口：石安小姐，或许你应该去放松一下了。我知道，我一定被他当成了神经病，就连我自己都开始疑惑，刚刚到底是不是幻觉。但被换掉的屏保和男友手机里的短信，分明告诉我，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。我露出一个非常勉强的微笑：李锐，你辛苦了，一会儿我给你点一杯奶茶，你喝了暖暖身子。李锐清秀的脸上露出一抹红晕，连忙摆手说这都是他工作分内的事情。我再次感谢了李锐之后，转身准备回到别墅里。我心慌意乱地回到了房间内，看着那件红色大衣，心里十分害怕。大衣被我打包好扔在了门外，这件大衣总是给我一种不安的感觉。今晚我并不打算住在别墅里面了。我收拾了一下洗漱用品，准备去附近的宾馆过夜。此时我的手机电量只剩5%了。当我正准备将手机充电器放进包里的时候，突然我发现充电线被剪断了，一看就是人为的剪断，断裂的口整整齐齐，应该是用剪刀之类的尖锐工具。确实有一个人潜入了我的房间内，这一切并非是我的幻觉，他现在很可能还在这里。我浑身颤抖起来，无法压抑的恐惧呼之欲出。他到底躲在哪里？能藏人的地方我都找过了，这个面具人是怎么做到躲避监控来去自如的？更重要的是，他分明就是冲着杀了我来的。他如果想要钱，完全可以拿走我柜子里的一对金手镯；如果想要劫色，我早就已经被凌辱了。但我是一名职业写手，整天宅在家中，社交圈除了网上认识的几名作者之外几乎没有。而我本人性格温敦，脾气很好，典型的老好人性格。我根本想不到我到底得罪了谁，会让这人处心积虑地想要杀死我。我看着手机的屏保，去年我到底做了什么？还有那件莫名眼熟的红色大衣，我的大脑胀疼了起来，总感觉我好像忘记了一些事情，但是具体是什么，我却怎么都想不起来。突然，
大门口传来了输入密码的声音。难道是池泽？我激动地冲下了楼，门开了，果然是池泽。池泽戴着一顶黑色的鸭舌帽，站在门口，露出的下巴尖瘦、苍白。安安。池泽的声音听上去有点不安和沉闷。阿泽，还好你来了，我都快被吓死了。见到男友，我的心顿时安心了下来。我哭着抱住了池泽。突然，我看到了池泽的手中握着一把尖锐的水果刀。安安，我是被迫的。阿泽，你手里为什么拿着一把刀？我怔怔地问道。池泽猛地抓住我的肩膀，他面容扭曲，双眼死死地瞪大看着我。安安，去年那件事情被人发现了，我是要死的。我不知所措地看着池泽。去年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池泽死死地看着我，突然露出一个惨淡的笑来。没错，我都忘了。原来你都忘记了。这1年来，只有我日日夜夜地背负着痛苦和折磨。石安，你凭什么能忘记啊？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痛苦？只有我一个人每天晚上做噩梦。池泽咬牙切齿地说道。我猛地推开池泽，我根本不知道池泽在说什么。安安，对不起了，这2年，我是真心的喜欢过你，也是真的想要和你结婚，但是我更想要活下去。池泽说完，面露狰狞，猛地朝我扑了过来，死死地掐住了我的脖子。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即将要结婚的男友竟然会想要杀了我。我拼命地挣扎起来，但是我和池泽的力道差距实在是太大了，我的视线渐渐地变得模糊。突然，我身上的池泽软软地倒在了我的身上。李瑞粗喘着气。石安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她扶着我站了起来。我没事。我艰难地摇了摇头，却依旧想不明白池泽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对我。李瑞，石安小姐，我们还是要把他绑起来交给警察吧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。今晚对于我来说，无异于一个噩梦。李瑞用绳子将池泽的手脚都绑了起来，池泽很快地转醒，他意识到自己被绑，拼命地挣扎了起来。但是李瑞绑得很严实，池泽的挣扎只是徒劳而已。池泽红着眼睛朝我大吼道：“快点把我放开，我会死的，他绝对会来杀了我的。”我浑身无力地看着池泽。你说的他到底是谁？池泽，你怎么了？既然你想杀了我，之前为什么又告诉李瑞密码，让他上来保护我？池泽定定地看着我和李瑞，突然陷入了诡异的沉默。我在他的眼里看到了突然涌现的恐惧和绝望。池泽艰涩无比地说道：“我从来就没有告诉过他密码。”我愣住了，一只手猛地掐住了我的脖子。是李瑞，他脸上褪去了之前温和的伪装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我想要大声呼救，但却说不出话来，从我嘴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喘息声。李瑞把我也绑了起来，我和池泽靠在了一起。池泽愤怒地看着李瑞：“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吧？拿走我手机的那个人是你，拿走池泽手机的是李瑞，那么给我发送短信的……”李瑞阴冷地看着我们：“没错，是我。”那一瞬间，我什么都想明白了。难怪我在监控里什么都看不到，是因为李瑞做了手脚。而为什么那个面具人能自由地出入我的家中，是因为李瑞早就知道我家里的密码，他就是那个面具人。只是我还有些细节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李瑞能做到如此快速的消失，然后再出现？你就是那个面具人！我恐惧地看着李瑞。李瑞在我的目光下阴冷地点了点头。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，池安？李瑞走到沙发前，他踩在沙发上，
将通风口直接拆卸了下来。我惊恐地发现，原来这上面的通风管道很长很深。李瑞是通过通风管道出入我家的。石安，1年前你的父母买下别墅的时候，知道这个别墅的主人是谁吗？李瑞冷冷地看着我。难道是你？我颤抖着问道。没想到这个别墅真正的主人竟然是李瑞。我在监控里观察你已经很久了。李瑞森冷地笑了起来。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绝望地喊道。石安，你忘记了去年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又是去年，去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哭着摇头。我不记得了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李瑞从口袋里拿出一根烟，他颤抖着点上了，深吸一口，缓缓地说道：既然你忘了，我就帮你回想起来你们的所作所为。去年发生的事情，你、石安和男友去自驾旅游，你们一路玩得很开心，池泽喝了一点酒，但是你们丝毫不担心酒驾这件事情。这里荒郊野岭的，根本不会有警察。你的男友在酒精的作用下越开越快，这时你们看见了一只野鹿，他紧急地扭转方向盘躲避了这只野鹿，但是却撞上了一个孕妇。那个孕妇穿着红色的大衣，她被撞得飞出了好几米远，重重地倒在了地上。你们赶紧下车查看。当你看到孕妇身下的鲜血的时候，你害怕极了。你恳求男友送孕妇去医院，但你的男友在极度的恐惧中冷静了下来。我们不能送她去医院，石安。你听到男友这么说道。她出了这么多血，已经保不住了。我们是酒驾，是要坐牢的。石安，我们明年就要结婚了，我们需要很多钱。这里荒郊野岭的，没有摄像头，也不会有人看到。你看着奄奄一息的已经昏迷的孕妇，心里非常纠结和痛苦，但男友强行将你拉到了车上，你们开车走了。但是你不知道，你们撞死的孕妇也是和她的丈夫来自驾度假的。她的丈夫是一名医生，平时工作太过于繁忙，根本没有时间来陪伴她。于是他们选择了在生产前一起去度假散散心。但是他们吵架了，孕妇一气之下趁着丈夫不注意，独自一个人走了。等到她的丈夫找到她的时候，孕妇已经快不行了，她的意识已经模糊，但下意识地求着丈夫救救孩子。你一定没有想到，孕妇在她丈夫的紧急治疗下硬生生地撑了10分钟，这已经是她的极限了，但足够她告诉她的丈夫凶手长什么样子。你回到了城市，果然你们酒驾逃逸的事情并没有败露，警察根本没有来找你们。但是你的良心十分不安，你求助心理医生，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，你忘记了这件事情。你又成为了一个快乐的小说家，而那个丈夫却永远生活在悲痛和仇恨之中。李瑞平静地叙述完，看着我们，那些被我遗忘的回忆在他的叙述下针扎似的涌入我的脑中。你是那个孕妇的丈夫，难怪你找到了我。池泽脸色苍白如纸，无力地说道。我也终于明白了，那件红色大衣属于谁。当时那个孕妇就是穿着这件红色大衣。我发出痛苦的呜咽声。不要低估一个丈夫的决心。在我妻子死后，我很快的就找到了你们。我把别墅改造，将通风管道直接连到了保安室，将别墅卖给了你。李瑞冷漠地说道。石安，我让池泽过来杀了你，只要杀了你，我就放过他。结果你猜怎么的？他真的来杀你了。李瑞嘲讽地看着我们。现在我再给你们一个选择，你们之中
只有一个人可以活下去。李锐把刀放在了我们面前，只要杀了对方，你们之中一个就可以活下去。一命还一命，我很公平，只需要一条人命。池泽猛地扑向前，用牙齿咬住了刀。尽管他的嘴唇鲜血淋漓，但他依旧气喘吁吁地将刀握在了手中，割开了绳索。对不起，我打不过他的，欠你的，下辈子来还吧。池泽看着我，凶狠地朝我扑了过来。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，但下一刻，池泽的动作停住了。我看到他难以相信地看着腰间，那里插着一把刀。李泽憎恶地看着他，狠声地说道：“从一开始，我想杀的人就只有你。”池泽倒在了地上，鲜血从他嘴角涌出。李锐跪在了地上，一下，两下，刀尖深深地扎入池泽的心脏，鲜血喷涌而出，飞溅到我的脸上。我发出惊恐的尖叫声。李锐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而你，我要你一辈子活在内疚和痛苦之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警察破门而入。那一瞬间，我明白了李锐的眼神，他并不想活下去了。李锐被警察压在了地上，铐上了手铐。警察帮我解开了绳索，李锐被带走了。不久后，传来了他被判处死刑的消息。我申请去看望李锐。我和李锐隔着一扇玻璃坐着，李锐冷漠地看着我，并不想和我说话。我笑了笑。之前是你给我讲的故事，现在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。去年的真相，我叫石安，一名自由写手。去年，我和我的男友池泽去自驾散心，原因是因为我失去了写作的灵感。原本对我来说轻而易举的事情，变得痛苦不已。于是我决定停笔，去看看外面的风景。但是，不幸运的是，我们在回程的路上，为了躲避一只野鹿，撞上了一名孕妇。她还没死，她的眼里还有一丝希望和光亮，恳求我救救她和肚子里的孩子。男友想拨打120，我阻止了他。我蹲下身，看着他在绝望中挣扎的样子，突然灵感涌现，我要写一个小说，写一部关于肇事逃逸者的小说。我阻止了男友救他，我们把他扔在了那里。我知道等待他的必然是死亡。池泽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。这一年，他和我的关系越来越差，但我不在乎，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完美小说的开头了。父母给我买了一幢别墅作为生日礼物，但我在第一天就发现了别墅里保安的身份。他以为他藏得很好，但我早就已经调查了孕妇身边的家人，他一定是来找我复仇的。我很兴奋，说实话，我相当兴奋。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精彩的小说呢？他很有耐心地潜伏了1年，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复仇者。在前几天，他终于忍不住动手了。可他不知道，公寓里早就被我安装了一个绝对不会被人发现的针孔摄像头。我看着他在我的别墅里进进出出，布置好一切。我知道，那一天我会陪他演一出完美的戏。我离开了，身后响起李锐绝望的嘶吼和悲鸣。1个月后，我的小说发售了，书名叫做《完美小说家》。